怎么又16啊？少爷，你这4驾马车都出来了，我的都还在驿站里呢。摇骰子呢，也是要看机缘的。本少爷我气运绵长，那为什么我摇出来的都是1啊？因为你准呢。只是我看那个王璐最近和那个海云帆是那般的友善，对你却是吆来喝去的。你要一辈子给人家当树洞吗？放心，虽然你蠢，但是桃源村的这个设计看的不是智商，而是情商。如何衡量这个情商？最有效的办法，不是看你取悦多少人，而是看你怎么面对那些讨厌自己的人。我估计这个桃源村的设计者，在灵剑派肯定不怎么受欢迎。月照四方，风吹过山岗，来自遥远故乡，热泪滚烫，回想离开的模样。抬头仰望，夜空中闪耀满天星光，像最初的信仰，点亮梦想。别彷徨，燃烧炙热渴望，别迷茫，有我在你的身旁。一起闯，肆意疯狂，去尽情的绽放，乘风中烟过往，追着绚丽的光，去远方，乘着风起波汹涌的浪，任它自由自在去翱翔，黑暗中见到锋芒，任它杀进血魔浪，等待着黎明破晓荣耀。踏遍江河千里3万丈，就这样乘着狂风破海浪。村长，村长，这里有许多公文需要您的签字才能执行啊！再不工作，整个村子运转不起来了。村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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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吵什么？村长处理家务没空理你们，都给我滚！气死我了！我知道你家的房子是谁烧的，这么快就查出来了。您是在找我吗？这封信你扔的？纵火犯到底是谁呢？那个纵火犯想要嫁给他的表哥。公子，何出此言呢？人家听不懂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可能就帮不上忙了，告辞。哎，公子，公子留步啊！怎么样？去村长家待了那么久，有什么收获？还好，按照王兄的话来说，是已经取得了关键突破。不过，我接下来要做的事，很有可能干扰到文保的任务线，甚至更多人。我想，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说来听听。是这样的，今天我在刘二娘家进行了一番促膝长谈，总算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弄清楚了。
说到底，就是这个刘二娘喜欢上了村长表哥，所以故意烧了自己的房子，找借口住在村长家，从而导致了村长夫人和刘二娘争风吃醋，而村长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故事罢了。小海啊，年纪轻轻就开始帮更年期的大妈大爷解决情感纠纷，这后宫之主一定是你了。王兄说笑了，不过这事情并不复杂，解决起来也非常容易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发动所有村民一起把房子给建了。刘二娘有了房子，自然没有借口住在村长家，搬回去，事情也就解决了。如果说这个任务是100分的话，你这最多也就40分，治标不治本。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一个攻略村长更好的办法，想不想知道？王兄，请说。得来全不费功夫。也不知道壶里装的是什么宝贝。再见。哎，少侠，哎呀，你，我的网路。哎呀，谢谢。这位少侠的癖好真是别致啊！你别说，还挺及时。不过，王兄，你让朱晴帮村长倒夜壶，这未免也太污浊了些。我怎么知道村长腕这么大？再说了，对这种作弊的，不治他罪，算他好的了。真希望此生都不会与你为敌。小海，你放心啦，你这么温柔，就算是我的对手，我也会温柔对你的。其实王兄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村长答应送我出村了。恭喜啊！你应该是第一个离开桃源村的人，奖励一定很丰富。要是别人这样说，我还能高兴一下。你这样就是在取笑我了。我知道以王兄的才智，要是想走，第1天就能成功。这么久不行动，是想完美通关吧？唉，你想多了。我这个人有强迫症。那我祝你马到成功。不过在临走之前，我还有一个忠告，希望王兄不要介意。你说。你的那个书童，虽其名为忠，却天生有反骨，而且他的心思近日愈发活络，我怕他不会一直追随于你。但愿是我多虑了。王兄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咱们终点见。好，你在终点等我，将来我们还要做师兄弟。那个少爷的思路大致就是这样了。对了，我上次告诉你的征土户和理裁缝的任务你做了吗？做了。但是那2个人刷起来太慢了。哎，王璐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任务啊？少爷这几天除了等待什么也没做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1个月不行动，我估摸着是江郎才尽了吧？要不然他不会让人海云帆一个人离开村的。倒是你，哎，我听说，听说你最近挺顺利啊？那个学堂那边一切顺利，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少爷一直不让我离开。你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让你离开？我看呢，他是想断了你的机缘，让你一辈子当他的书童吧。
你的那个书童，虽其名为忠，却天生有反骨，而且他的心思近日愈发活络，我怕他不会一直追随于你。说是本少爷霸气侧漏，让外人好像以为我对王忠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好，才会让小海胡思乱想。我是不是该给他点温暖？哎，海忠回来了，累不累？要不要休息？你任务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哦。阿忠，你生气了？是我经常说你蠢，但我也是开玩笑的啊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改。少爷，我问你件事儿，你是不是为了斩断我的前程，让我一辈子当你的仆人，才不让我离开的？我就知道被我说中了。从小到大你就没有把我当人看过，我只是没想到你居然为了这么一点点虚荣心对我如此残忍。你应该知道能过金桥对我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我也有资质，我也可以和你一样修炼。只是没想到你居然不惜斩断我的前程，只是为了让我当你的仆人。少爷，这个头是还你对我的收养之恩。这个头是还你对我的教育之恩。这个头是感激你带我来到金桥。从此以后，你我两清。王忠，你这么急着收拾行李，是外面有人在等你吗？王洛，你不把我当人看，有人把我当人看。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留不住了。亏我还给你准备了一堆攻略。跟了我7年，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外人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小爷要开始表演了。哎，那不是王璐吗？哎，这些天看他在桃源村可没有什么作为啊。没作为，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海云帆就是他指导完成的任务。可村子里现在所有独占任务都已经激发，他就算结束闭关，又能做些什么呀？话虽这么说，可他毕竟是王璐啊。好，看看去。黄大妈，来，我来帮你，您歇一会儿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黄大妈的任务已经完成，现在不可能任任何人一干儿子，她挑什么水啊？小伙子，来，哎，喝杯水。黄大妈，要不我把您这杯水送去给您儿子？哦，好。哎，江上一龙口，井上黑骷髅，黄狗身上白。王叔，这是黄大妈让我带给您的。好，谢谢。黄秀才的任务
不是已经被他那个书童做完了吗？今天早上离开村子那个。莫非这秀才身上还有隐藏任务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老师，我看这对联困扰您有半个月，现在我帮您对上了，您过目。这么厉害？韵脚工整，遣词雅致，慷慨激昂，妙绝妙绝！哎呀，可惜了，我已经收了关门弟子，要不然啊，定将你收入门下。哎，不用老师，弟子就不必了。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。哦，阿芳，阿芳，我对你可是真心的。阿芳，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的芳。你们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给我滚！哎，好，你息怒，你息怒，明儿个我再来瞧你。阿芳已经将10几个追求者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了。王璐，难道王璐能有办法搞定他？啊，阿芳，滚！我有黄秀才的原味汗巾。但我要用它换你一份独门秘制的粉蒸肉。好。原来阿芳暗恋王秀才。哦，是这样啊。竟然把120个人的任务连成线索做完了，难道做完了会有什么不同？加鸡腿啊！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出来吧。你怎么知道还有一个人？这整个村子的任务看似各自独立，但其实可以构造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只需要你细心揣摩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些任务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找出真正的隐藏者，就是你。不错，现在开始最终的考验，满足第121个人的愿望。说吧，什么愿望？很简单啊，逗我开心。这么简单啊？送给你。想太多了。你就说你刚刚开不开心吧。开心，我也不能说你作弊。你走吧，你过关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你让我哄你开心，我却知道你本质上是不开心的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遇到了一个仙女姐姐，她特别美，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我，但她说我的资质不好，只有1/1000的概率才能修炼成功。但她激励了我，让我一直走到现在。她告诉我，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。我怎么不记得我这么激励过她？我还记得，她出了一道判断题来点拨我呢。你看你，你说你不开心，但其实还是很容易笑的。所以啊，开心点。走了，加油！臭小子，前面关卡只会越来越难，当心哦！我还真有点期待在山上见到你，毕竟林剑派已经几百年没见过像你这么有趣的人。
风谷的考验进行得怎么样了？掌门，第一位从桃源村出来的试炼者已经在冰风谷待了10多日了。虽然一路上十分凶险，但是由于他得到了降头草人的奖励，再加上天资聪慧，所以可以说是有惊无险。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苗子呢。其他人呢？还有几位试炼者很幸运地找到了捷径，虽然他们出发较晚，但应该很快就能追上了。前面好像有人。萧，海云帆公子呀，海兄，没记错的话，海兄是第一个从桃源村走出来的人呢。怎么才走到这儿了？海某资质愚钝，自然不及诸公子仙缘深厚。诸公子请。谦虚，谦虚。海云帆公子，不瞒你说，第一次见海公子，我就觉得你气度不凡，气宇轩昂，气数已尽。说错了，我是想说，那个不知趣的王物一直在我们中间搅和，害得我俩一直未能多亲多近呢。这冰风谷江湖异常，我们携手同行，岂不更好？海某方才遇到一些障碍，欠下体力不支，不拖累诸公子多亏了。哎，你遇到什么了？海兄是第一个从村子里走出来的人呢，想必任务的奖励是十分的丰厚吧？并没有什么，都是一些吃穿用度的寻常之物。海兄倘若不愿一同前往也罢，留下法宝即可。什么怪物？这是西夷大陆的异种，望月溪，3品9级的精怪，快躲起来！3品9级，那么和筑基期的修士是一个水准吗？筑基期，降头草人。降头草人，降头草人，什么？海兄，这个太凶猛了，交给我。黄忠，一起上！呀！试炼者果断地用3次降头草人，已经降到了2品1级的实力了。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啊？
这是哪个小兔崽子改了我的冰封国？3品9级的望月系还嫌不够厉害吗？非要升到4品2级，一脚踩死一个筑基修士，难道才算罢休吗？这次升仙大会有全改升仙图的，除了掌门，好像就……还我！你给我马上立刻飞奔过来！你干了什么？掌门师兄，你终于回心转意了。来，加班费拿来吧。啊！你之前跟我说会做出一点儿人性化的改动，这个就是你说的一点儿人性化的改动？哼，这回我也帮不了你了。哟，不错嘛，战况还挺激烈的。当初这个叫海云帆的美男子独自闯关的时候，这头犀牛是3品9级的等级。如今他们3个人成了一个团队，那精怪的程度自然会提升一丢丢。俗话说得好，人多力量大嘛。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试炼的人越多，你就要把精怪的力量调得越大吗？不错。所以呢，在接下来的所有关卡，我都加入了人多力量大的爱心设计。从此以后，升仙图就可以完全渡劫人海战术的可能性，这样子我们的人性化程度也能再创新高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心服口服啊？掌门师兄，5师妹的屁股我是绝对不会再擦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一群乌合之众。好，没指望了。3人成团队之后的力量，居然还比不上一个小小的精怪。哼，老死算。五师姐，他们毕竟只是毫无修为的凡人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修为大增？我看这几个人素质都还不错，如果他们都没指望，那这次升仙大会岂不是白忙活了？放心吧，一定有人可以通关的，而且那个人呢，还是拦也拦不住的猛人呢。你是指？你说呢？哇，通关奖励！你以为我干嘛费尽心思的设计桃源村这个关卡，还不就是为了给这几个小兔崽子一些随机性的奖励啊？你们扪心自问，我们灵剑派这几年一直都招不上人，还不是因为那冰封谷的精怪实力太强了啊？怪我！我再问你一句，那些道具是不是吴相峰的藏品啊？我穷的都要下山打劫了，怎么可能自掏腰包啊？当然是直接偷门派的宝库啊！那你有把握？有。来了，看。这地图也太随意了吧！什么鬼啊！哎呀啊！小海，小心！你搞什么名堂？这可是5品灵宝，你怎么能拿来随便给别人用呢？你怪他啊！是掌门师兄不让我接近宝库方圆500里的，我也只好用法术让宝物随机掉落。谁知道掉出一个灵宝来？依我所看，此人绝对是刷出了意想不到的分数与人品。你还是凶人！看。
你怎么样，王兄？你好快的脚程，原来这是个加速卡。星辰剑呐！这不是掌门平时用的6品灵宝吗？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怎么会落到他的手上啊？没有经过修炼的人，按理说是不可能驾驭这样的灵宝的呀。这我比你们还想知道啊！这个烂摊子你不帮我收好，我这50倍！有没有搞错？一剑通关？这起码也是一把橙色武器啊！这么大杀伤力的武器，居然随便给一个外人，这个游戏的设计者，我太喜欢了。一次性装备。我的母亲大人呐！是古村，你死得好惨，我要怎么回去跟掌门大人交代？栽赃嫁祸，刘显，不行，太精明了。华云呢？华云好，够笨。哎呦，你搞什么？你有毛病啊！你竟然把冰风谷、赤棘山、幽冥道、青云峰给全毁了，你让不让别人玩啊？一剑通关？不止你通了，大家都通了，一剑轰掉4大关卡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好棒棒？要不要给你敲锣打鼓抬花轿啊？所以刚才那一剑，并不是游戏设计者设计的，而是我自己。太棒了！棒你个头啊！我是哪里来的想法去设计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环节？什么？你就是生仙图的设计者？你个臭小子！凭你，怎么可能驱动6品灵宝星辰剑？你干嘛？喂，自重啊！哎！掌门金印在你身上，我就说嘛，看你这个样子还能驱得动灵宝？那么多法宝你不选，你偏偏选这个？这是我自己辛辛苦苦用积分换来的。所以我宣布，试炼一场，道具回收。你说回收就回收啊？掌门金印在手，如同掌门亲临。一场啊，还有藏宝库啊！我今天要你从了我！喂，神经病！去！何方妖孽，竟然敢抢我掌门师兄的金印！师兄，您可知道，方才真是惊险万分。我在路过冰风谷后山的时候，恰巧见到一个黑衣女子拿了你的掌门金印就跑。我问里追踪，没想到让您给截胡了，好身手！真是的，下次不要再乱放东西了，我给你收回去。站住！我的金印是不会丢的，你应该好好的找一找你丢失了的节操吧。根据初步统计，因为你的桃源村设计缺陷，目前的损失为4大洞府严重损坏，6品灵宝星辰剑全毁，剑灵银霜重伤，
五品灵宝吕云靴严重受损，弃领吕云而自封。其他大大小小的事故，总共的损失为折合成灵石为上品灵石20万枚。这已经是门派内部的1折价了，你千万不要再跟我讲价啊！按照你目前的俸禄来算，大约是20年份，所以接下来的20年你都没有什么俸禄了。师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那你做鬼的时候就好好的想一想，你这样的德行是被我逼出来的？哼！你不发我俸禄，我就下山打劫给你看。哈哈！做师兄的有今生没来世，为兄一定挺你啊！若是师妹真是有心为我派广开财源的话，为兄不胜欣慰。要是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马上给你开一个私掠许可文书都行的。告辞。你怎么也丢节操了？马上到玄云堂议事。不去。迟到半炷香，再多罚1年的俸禄。师兄请。哼。说好了，过了升仙之路就是内门弟子吗？怎么又来家事啊？你这辈也太事儿了。王兄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待会儿要选哪位导师。面试内容很简单，请大家依次慢慢走过这个乾坤窥镜，将手掌放在上面片刻。乾坤窥镜将会探究出各位的资质和灵根。下面开始。欲说还休，一时的感伤。是从前的你，相知难相忘。若是此生会死让。是从前的我，踏遍烟霞为了相望。一朝一夕，有你在身旁。或说玉贯穿尘，都是难量。可一条深海茫茫，忘不尽梦醒在那段过往。酝酿浓淡，欲说还休，一时的感伤。是从前的你，相知难相忘。若许此生为死让。是从前的我，踏遍烟霞为了相望。一朝一夕，有你在身旁。
许此生为思量。是从前的我，他被年少为人向往，一朝一夕有你在身旁，一朝一夕有你在身旁。我早就说过，不能让那个疯女人胡来，她就是个白痴嘛。二师兄，你长点眼吧，我人就在这儿。况且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替六师弟开源节流。现在追究这个事情的源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三师兄说得好，我们得想个解决的办法。眼下这15人到底应该怎么办？干脆都给收下算了。正好咱们灵剑派人丁凋零太久了，多这15个人，岂不是热闹一点呀？按照我们的原计划呢，最多能有15人通过冰封谷就算不错了，加上后面3关，最后的胜出者最多不超过3人。别的不说，就门派资源来说，也不足以支撑多15名内门弟子。我们灵剑派手头是比较宽裕，但也经不起浪费啊。五师姐，掌管财政大权的六师兄都发话了，我就帮不了你了。否则啊，他砍掉我们逍遥峰的预算，我就喝西北风了。我什么时候砍过你的预算？哪次你要钱我没给过？瞎说！上次我要买星辰极光钻，你不就没批吗？对呀，还有我的月光宝盒。哪有用公款给自己买首饰的道理啊？发生这种事呢，大家都不想的。按照规则，这15个人确实都完成了考核之路，将他们拒之门外会有损我灵剑派的信誉。但是根据咱们派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呢，全招进来也不太现实。所以当下最简单的办法呢，就是全体长老亲自去精心挑选一番，留下最有资质的几个，不就得了吗？那掌门的意思是，面试？嗯哼。面试好，面试妙，面试呱呱叫。想必大家最近透过了灵境，都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可造之才，不如趁这次机会定向招生，准确培养。不用谢。我同意。狗腿！掌门师兄，我这就把那15名莘莘学子从玄云堂带回来。你站住！我有事问你。回来了。麻烦其他长老去跑一趟如何？好。好。过来。那个人就是你说的天命之子？对呀，你要相信我。从他破解我在灵溪镇的任务链脑，我就确定他并非等闲的凡夫俗子。之前灵儿也跟我提过这个人，既然你那么确定，应该不会错的。待会儿我会特别关注他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玄云堂。月照四方，风吹过山岗，来自遥远故乡，热泪滚烫，回想离开的模样。抬头仰望，夜空中闪耀满天星光，像最初的信仰，点亮梦想。别彷徨，燃烧炙热渴望，别迷茫，有我在你的身旁。一起闯，肆意疯狂，去尽情的绽放，绽放如烟火光，追着绚丽的光，去远方，乘着风起波汹涌的浪，任它自由自在去翱翔，黑暗中渐露锋芒，任它杀去血魔恶狼，等待着黎明破晓，
不是说好了过了升仙之路就是内门弟子吗？怎么又来家事？灵剑派也太事儿了。我等能够通过考试，全拜王兄的一剑所赐，家事也属正常。跟你说话了吗？可是方才那位长老说，最后只能留下3个人呢。王兄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待会儿要选哪位导师？面试内容很简单，请大家依次慢慢走过这个乾坤窥镜，将手掌放在上面片刻。乾坤窥镜将会探究出各位的资质和灵根。下面开始。我先来。灵剑派最看重的是心性，第一个站出来的人，无疑会加很多印象分。修行了数百年，这会儿终于见到真的了。把它做成标本，我要收藏。面试结束，还请各位在外稍作歇息。我们将综合各位长老的意见，在半个时辰之后选出3名合格者。提前恭喜王兄加入灵剑派，求仙问道。结果都还没出来，恭喜个头！王兄刚才在乾坤窥镜面前引起的骚动，已经足以证明一切。这里可是灵剑派，身为5大仙门最古老的门派，长老们什么样的灵根没见过？可王兄的灵根居然让他们都失态了，足以见得有多稀奇。对啊，王兄这一路的表现都是异常抢眼，在冰封谷更是一剑斩开天地，这种实力不录取你录取谁啊？不到最后啊，这种话谁都不敢说。念到名字的，便可留在我灵剑派，成为内门弟子。文宝，朱琴，王中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你果然是天选之人呐！多谢师兄，以后就相互照顾。这不可能！你们这什么剧情啊？王兄，你接下来作何打算？
不再纠结要不要让我的10万水军用唾沫水漫灵剑派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小海。现在我们这个剧情叫做退婚记，就是以极度压抑到不可理喻的情节来展开故事，前期越压抑，后期就越高扬。小海，今后我们就成为逍遥界的仙王了。海某不太理解。海兄、王兄，那个天无局，不，是3王司马，你们俩聪明绝顶，必定是有机缘之人，也说不定。说什么说不定？我说吧，有些人呢，就是太过于狂妄自大，是有点小聪明，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天选之人了。王兄，看在一路同行的份上，我若修成正果，身边呢倒是缺个端茶送水的小道童。你呀，我对你没有兴趣啊。我对你也没有兴趣。2位，师父特意嘱咐我交代一下2位落选的原因。皆因2位情况非常特殊，首先是海公子，你一路的表现都很出色，所以长老们怀疑是不是测试出了什么问题，不如再测一次。不必了，这个结果我接受。这个结果，那你只能当一名外门弟子。我愿意当一名外门弟子。当真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那你一会儿去逍遥峰报道吧。至于另外一位试炼者，心性悟性，简直无可挑剔，比海公子更胜数筹。论及灵根属性，如你猜测，是天灵根，而且还是天灵根中最为稀有的空灵根。空灵根什么玩意儿？空灵根什么玩意儿的空灵根？空灵根什么意思啊？空灵根呢，是先始帝君德胜太祖这种公认修行界最强的修士所拥有的灵根。既然王兄的灵根那么稀有，那为何会落选？灵根属性并不是越稀有越强大越好，相反，品级级数越高，对修行心法要求越严格。哪怕是末法时代以前，也没有与空灵根相称的心法流传于外。所以，不仅是灵剑派，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宗派能培养出一个空灵根修士。所谓空灵根，在末法时代以后，也只是一个稀有的装饰品，只具有收藏价值了。那么和门口的石狮子一样吗？是啊，刚才华云长老说，你留在灵剑派，也只能当个吉祥物。吉祥物。毕竟是上古灵根，从气势上也能压倒圣金仙门他们。一言为定。我就在这里先谢谢掌门，还有各位长老。请问贵派吉祥物有没有包吃住？薪酬丰厚？带薪年假？哦不，我刚才只是随口说说，你可别当真啊。随口说说？你们在座各位都是一派宗师，应该一诺千金，一言九鼎。说了给我吉祥物，你们不会反悔吧？如果你们反悔了，那外面肯定会说你们没有公信力，出尔反尔。那就太遗憾了。掌门师兄，出尔反尔好像真不太好啊。那还不是你说的吗？王璐，你为什么宁可当个吉祥物，也要进我灵剑派？因为我跟某人打赌，输人又输阵的话，那岂不是很丢人？掌门师兄，他跟武师姐好像啊。好像什么呀？灵剑派有他一个还嫌不够吗？我还在场。那又怎么样？还有这些天，我真是被你们这门派的候选弟子给蠢哭了。我只想让他们知道，什么叫做知识就是力量。当我灵剑派的吉祥物可是有很多好处的。
光是打着灵剑派的招牌，在外头坑蒙拐骗、吃喝玩乐，就没有人敢动你。这点小福利可是要耗费很大资源的。你一不美行，二不修行，本派要你干嘛？难不成你能给我钱吗？钱？从第一天就有人不断和我要这个古钱，这个古钱绝对来历不凡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加盟费吗？是不是？不知道这个够不够呢？那是，我们灵剑派的霄云古钱，怎么会在这个小子手上？掌门师兄，他不会也是你的私生子吧？哎，五师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？我送给小灵儿的古钱怎么会？我也觉得很奇怪啊，但好像是小灵儿自己给他的，他帮他赢了那个卖萝卜的赌约嘛。赌约？你跟我出来。啊！来，赢了赌约的不是住在儒家客栈上房的那个少年吗？就是那个王忠。我刚刚还奇怪小灵儿看好的人怎么能只有3品灵根呢？那个瞎扯淡的王忠啊！难怪你跟个老花痴一样盯着他看。哼，你把他当天命之子了。你又没戴眼镜，把字看错了。说来惭愧呀，当时星辰之力挪作他用，来不及开大眼灵视。哎，对了，师妹，你饿不饿呀？我煮碗面给你吃啊。我气得被你气饱了。哼，我当初在桃源村设计了那么多关卡，就是为了帮你把那个霄云古钱从王璐手上给骗回来，结果你还敢扣我工资？谁能想得到五师妹你也会做正经事儿吧？而且你其实是想骗古钱自己用吧？怎么现在又帮王璐了呢？我那不是为了灵剑派的声援吗？你少在那边转移话题，明明都是你的错。哎呀，我要用星辰大眼术勘察很多事情的，看错一点小细节也难免的嘛。啊，总之先回大堂，长老们应该都等得不耐烦了吧？方才你出示的铜钱呢，是传说中灵剑派的祖师爷霄云真人留下的霄云古钱。持有这枚古钱的人呢，就可以向灵剑派提出任何一个要求。哦，任何一个要求啊？我要当灵剑派的掌门。死小子竟敢跟老娘抢掌门！哎呀，莫说掌门了。给你个长老的位置，你也未必坐得稳呐，你会立刻被长老团罢免掉的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冷静一下，提一个现实点的要求吧。哦，那我要超品仙器。我也要。你好吧，如果我们哪天练出这种逆天之物，那就送给你好了，起码等个5000年左右吧。哇，你们有没有搞错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们灵剑派有没有诚意啊？到底是谁没有诚意啊？那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！再这么乱许愿，我就取消你的许愿资格。咦，发生这种事大家都不想的哦。看在大家兴趣爱好都相同的份上，那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。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勉为其难降低我的要求，我要做灵剑派真传弟子。真传弟子姿势体大，我们需要商议一番。好了，你去玄云堂外面等候结果吧。好。各位师弟师妹，你们肯定不会不知道。真传弟子的地位呢，是在内门弟子之上的，是长老认为可以传承自己衣钵的人，所以名额呢是非常有限的，对吧？只是王璐既然提出了要求，我们也总要给他一个说法嘛。哎，刘显师弟，师兄，
你是了解我的呀！我每天带内门的弟子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哪里还有时间去收真传呢？方鹤师弟，师兄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实在是不擅长调教弟子。我那弟子还健在的话，不提这事儿。师兄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负责外门弟子的。师兄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负责财政事务。师兄，你是了解我的，你最闲。我相信他们比我更了解你呀。师兄哥哥。现在我宣布，灵剑派升仙大会到此结束。刚才没有被提及到名字的诸位试炼者，我请你们也不要灰心，因为你们都通过了所有的关卡，所以可以当我们灵剑派的外门弟子。你叫海云帆对吧？我是负责外门弟子的长老华云，我们一同下山吧。华云长老，不知王兄的事情，你们最后是如何商议的？啊，请相信，所有的结果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赶紧下山吧，请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吧。王兄，我相信灵剑派一定会言而有信的。到底是选上了还是没选上？当然是没选上。你看他，跟个三不管的野狗一样，都没人搭理他，是不是王忠？师兄说的在理。王忠、竹琴、文宝，你们3个内门弟子，跟我走吧。别看了，你们是2个世界的人了。灵根属性并不是越稀有越强大越好，所以不仅是灵剑派，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宗派能培养出一个空灵根修士。所谓空灵根，在末法时代以后，也只是一个稀有的装饰品，只具有收藏价值了。当初只有1/1,000,000的概率，你不也坚持下来了？怎么现在开始怀疑自己了？或说玉贯穿尘都是难量，可一丢身。桃源村的隐藏关卡你都能破解，为什么开始怀疑自己？不禁梦醒在那段过往，鸳鸯浓染，欲说还笑，一时的感伤。是从前的你，相知难相忘，若虚此生会思量。是从前的我，踏遍烟霞为了相望，一朝一夕有你在身旁。
就是那个和珅。你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师傅。收徒弟这件事情，人家也是没经验呢，所以啊，请你乖一点。啊不，咱们凑合一下吧。林剑派不会故意找一个人来整我吧？怎么？难得见你这嚣张绝伦的人，也会摆出一副苦瓜脸？说什么？我给你打气啊！刚才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，以我的灵根属性，真的能修行吗？我又能学到什么呢？你放心，既然那老不休的把你托付给我，我就一定会带你踏上修行之路的。区区空灵根，难不倒我。真的吗？相信我。不到最后一刻，我绝不放弃。我叫王璐，从今以后跟你了。我是王武，跟紧点。师傅，灵剑山是苍溪州地脉灵气汇聚之地，外头看起来孤峰一座，但其实内部分12峰，每一座都是修炼者的洞天福地。缥缈峰和星辰峰品级最高，咱们无相峰次之。而且啊，现在只有你我2人，灵力很够用的。哎呀，无相峰到了！哇，寸草不生啊！哦，那个是因为啊，前几年我欠债，所以我就把山上的灵植全都砍去卖了。碰到个买家，给我一下砍到批发价，我就没有钱买种子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这300-500年就长回来了。不仅一个头，让自己领地沦为狗啃风，难怪了一拳所居，堂堂长老沦为老姑婆。你在说话吗？我没有啊。到啦。到了，以后咱们在这儿住。好，简陋。不过就算这里有座小城，也会被这女人生生败光吧？哎，拜师仪式就免了，我受不起。先来个自我介绍吧。目前灵剑派有7位长老，我位居第5，算是前列。修的是自创的无相功。自创？敢问师傅，你什么境界啊？金丹真人视野，吓到了吧？啊，吓到了。那其他长老又是什么境界啊？元婴呗，除了那老不死掌门，一个化神都没有，幼稚啊！你级别这么低，还好意思嫌弃别人？难怪没朋友。从今以后，这就是你的豪宅了。这也叫豪宅？稍微收拾一下就好了。稍微收拾一下？走吧，我请你吃饭，今天我请客。今天你请客？那我明天干嘛？自力更生啊？嗯啊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今天升仙大会结束，新人里出现了一个绝世奇才，直接被升为了真传弟子。哎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好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。你说他会不会到咱们这儿来吃饭？这里是外门弟子的免费食堂，他身为真传弟子，怎么可能到这种地方和咱们一起抢饭吃啊？这个设定也太敷衍了吧！就在脸上贴了一颗痣的道具，居然可以让所有人都认不出来。当初骗我的玄铁，桃源村又骗我的铜板，
现在竟然骗到食堂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欢迎大家观赏五长老的小剧场。这是一颗痣，但它不是一颗普通的痣，它是一颗不带毛的黑痣。只要把这颗痣点到脸上，那别人就完全认不出你来。即使你本人的相貌完全没有变，但对别人来讲，你就已经变成了不一样的人。简单而言就是抠图，偶尔做点小坏事没关系，但别过分哦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发现哦。哎，师傅，你有个痣挡住你脸啊！嗯。五长老，五长老，五长老，怎么会来我们这儿？您怎么到外门食堂了？我这一回一共点了28盘菜，你却可以做到表里如一、分量供给、荤素搭配，干得漂亮。至于你，每盘锅包肉中有749根胡萝卜，而且粗细一致，外皮薄如蝉翼，淡如丝。虽然勾芡重了点，不过值得嘉许。朕这次微服出巡下食堂，平身。是这样，五长老好厉害呀，太厉害了！先别急着睡，咱们还有要事要办。我不是这样的人啊。你不愿？那也不是，其实，你发育了吗？赶紧过来做一下资质小测试。我们派还有晚自习？今天在食堂里吃的青椒肉丝里放了多少根红辣椒？你认真的？都已经进了修行界了，我怎么会问你凡间那些落后几千年的问题？这些试卷呢，都是我呕心沥血掰出来的，你就安心答题。做题的速度和正确率都远远超于常人，就算熟读凡间经义，那些知识在测试中也完全派不上用场。果然是生而知之嘛，不愧是空灵根的天命之子。够了啊，别写了。你的资质很差，只能勉强继承我的衣钵。不过在修行之前，我有件事要问你。对你来说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？狂斩酷霸炫，可谓无耻。再想想，飞升成仙。哎呀，嘴巴说说，几个人真的能飞上去啊？能够长生？修行界第一老不死昆仑派南极仙翁，芳龄3900，主要目的除了学术研究就是学术研究，很爽吗？那你直接说。没有准确答案。耍我？不管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，想要实现它，都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：长得帅，要漂亮。别打岔。修行最重要的就是不怕苦、不死心、不要脸。嗨，师傅你好坏哦，给人家说脱单秘籍。我说的是修行不怕苦，挫折不死心。修行中光是自己要经历的天劫，就已经让很多修士灰飞烟灭，人劫更是不在话下。就算有9州修行事务所管理，但修行界的犯罪率还是居高不下，那些邪魔歪道就更别说了。
就连名门正派也有很多肮脏龌龊的流氓。所以想要修行，命要够硬，皮要够厚。怎么，有我这个倾国倾城、艳压九州的美女姐姐教你武功，是不是很兴奋呢？感觉都是临时瞎掰的。这么个不靠谱的师傅，真的能教我修行吗？怎么样？成为内门弟子的滋味，还满意吧？多谢仙师相助。各取所需罢了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好处少不了你。在下的一切都是仙师赐予的，仙师尽管吩咐，在下万死不辞。那你就按照我的吩咐，把他的一切行踪给我搜集清楚。是。别想耍什么花样，你记着，我能赐予你一切，也可以让你一无所有。朱贤，你在哪儿啊？刘显长老急让我们去内门集训呢。知道了，就来。这个是不是要给我？泪残笑颜薄纱渐渐，这笔缠绵如前世的记忆。我很喜欢。月下泪，难舍离别情意。夜问起，看淡今日明明。风唤雨，思绪却暗生不起。那回忆，旧梦深刻里。月下泪，难舍离别情意。夜问起，看淡今日明明。雁归去，不知谁在哭泣。残断剑灯深夜雨。等千里，回眸已是曾经。情同心，难见离愁千缕。风唤雨，思绪却暗沉不起。那回忆，师妹，深刻里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全灵剑派长老都知道，月圆之日便是我王武狂欢痛饮之际。你怎么还过来？其实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的。我知道你因为大师兄的事情难过。这些年你在九州四处寻找大师兄的踪迹，只是已经100多年了，你也该放下了。我相信大师兄也希望你可以快乐的生活吧。我很快乐。你是不是因为大师兄才收下了同样是空灵根的王璐啊？才不是呢，我啊，只是姑娘家到了出嫁的年纪，想要找一个年富力强的小少男帮我暖床罢了。你还记得18年前星光灭世的那场天地浩劫吗？因为扫把星的出现，整个九州否极泰来，竟然开启了修行的黄金时代。而这一代的闪闪群星中，王璐显然是最闪耀的那一颗。
希望你能好好的教他喽。命运什么的，我没有兴趣，也不懂。但是交给我的人，我自然会负责到底的。在那边躲着偷听的小伙子，重点听到了没有？掌门，师父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可是既然我已经收你当了徒弟，便会好好的教你。我们灵剑派的人说一不二。明天开始，好好跟我修行。我一定好好跟师父修行。我欲乘风破浪万里长，你的心中烈焰，纵然尘土满面，鬓如霜。已过的洪峰焕然生长，任它扶摇直上。前方终点过往，追寻千里的光，去远方。就这样乘着狂风破海浪。流云秋风金黄，月落舟窗。唱一曲归来生还。望不尽梦醒在那段过往，鸳鸯浓淡，欲说还休，一时的感伤。是从前的你，相知难相忘。若虚此生会思量。是从前的我，踏遍烟霞为了相望。一朝一夕，有你在身旁。或说玉贯穿针的是难量，可一条山海茫茫。望不尽梦醒在那段过往，鸳鸯浓淡，欲说还休，一时的感伤。是从前的你，相知难相忘。若虚此生为思量。是从前的我，踏遍烟霞为了相望。一朝一夕，有你在身旁。是从前的你，相知难相忘。若虚此生为思量。是从前的我，踏遍烟霞为了相望。一朝一夕，有你在身旁。一朝一夕，有你在身旁。
月照四方，风吹过山岗，来自遥远故乡，热泪滚烫，回想离开的模样。抬头仰望，夜空中闪耀满天星光，像最初的信仰，点亮梦想。别彷徨，燃烧炙热渴望，别迷茫，有我在你的身旁。一起闯，肆意疯狂，去尽情的绽放，乘风逐烟过往，追着绚丽的光，去远方，乘着风起波汹涌的浪，任它自由自在去翱翔，黑暗中渐露锋芒，任它杀进血魔恶浪，等待着黎明破晓荣耀。踏遍江河千里3万丈，就这样乘着狂风破海浪。我欲乘风破浪，万里长。月照四方，风吹过山岗，来自遥远故乡，热泪滚烫，回想离开的模样，乘风逐烟过往，追着绚丽的光，去远方，乘着风起波汹涌的浪，任它自由自在去翱翔，黑暗中渐露锋芒，任它杀进血魔恶浪，等待着黎明破晓荣耀。踏遍江河千里3万丈。这个玄铁追魂剑，从竖直轻质弹簧，上方自由下落，接触弹簧后，弹簧做弹性压缩。这个压缩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玄铁追魂剑的弹力最大值一定大于它2倍的重力值，且遇到弹簧之后还将加速一段时间。非常好，飞剑物理学是御剑术的基础，这相当于一道送分题啊！希望你们好好学习，不要好高骛远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家好好想一想这道题。我完全听不懂方鹤长老在讲什么，这位师兄也太厉害了吧！他你都没听过？我们同期的真传弟子，人送外号灵剑学霸。咱们这2年所学的课程，包括数理逻辑、异域方言、9州历史、修行礼仪，甚至于针织女工，那可都是假上的成绩。用他自己的话叫成就党的执着。断体期就成了学霸，这让我们怎么活呀？人家好歹是真传弟子啊！王龙师兄好用功啊，又来藏经阁看书了。哇，不愧是真传弟子啊，连走路姿势都与众不同啊。真受不了你！你明知道每次都要靠我抱着你偷偷混进来，你还吃那么多。这就是一张隐身符，
只要把它贴在身上，别人就看不到你。由于实在是太好用了，所以它不好买。我平常就是用这个看陆离湿地的小金库放在那，还有偷窥小灵儿洗澡用。好了，你只有3炷香的时间，这里全是内门弟子才能看的书籍，开始吧。没事，我做了手记，到时候晚上先给你看一下啊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王兄，怎么样？3品法术谍影重重，被你看过1次就练成啊！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有写轮眼啊？那又是何物？其实，我也只对阵法、符咒类的法术相对熟悉，对攻击类、回复类的法术学起来还是很吃力的。幻术阵法一学就会，符咒控阵几乎瞬发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想上天啊？这还得多感谢你，这2年的时间里，一直用真传弟子身份偷偷带我进藏经阁。不过，王兄还是没有办法学习任何法术吗？是啊，每天除了锻炼身体，什么法术都学不会。我原本以为空灵根只是修炼得很慢，却没有想到，真的是不能修炼啊！王兄，你不要激动，那你师父有没有帮你想办法？别跟我提他，一说到他我就来气。每天不是喝得烂醉如泥，就是让我跑步和泡澡，我皮肤都泡白了，还把我的工资、我的补助全部拿去给他们买酒。可我2年前拜他为师的时候，还对他有过一丝丝的幻想。是我太天真了。吴长老做事果然是出人意料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走一步算一步呗。哎，跟我下山玩一趟。下山？这万万不可，我还得继续练功。况且你今天下午还有华云长老的历史课，他的课是想选都选不到的。华云长老平易近人，对新弟子很好的。有没有搞错？每次让你下山也都说要练功，你这么无聊？还有，我真的搞不懂朱晴跟王忠这种资质都能当内门弟子，而你这种优等生需要当万能弟子。我真的怀疑这个灵剑派是个坑啊！说到朱晴，我听闻那几个内门弟子马上要结束闭关，他们一定学了不少法术。以朱晴的性格，多半会再为难王兄你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来啊，来得正好。拿它来救这2年的气。那你打算是用？我打算用脑啊，傻瓜。走了。用脑。九转虚命胶区别于其他系的本质特征是胶体粒子的大小。只要你清楚了这一点，再使用反推算法，就可以轻易地了解出原始的配方。师兄好厉害呀！谢谢师兄。师兄，请问如何施展面部变形术？用幻彩流星球。幻彩流星球的使用方式在于颜色搭配，紫色对抗暗沉，绿色消除红肿，金色还真是就是增加活力。群书啊！你要合理用到这些原理，
你就能轻易的施展出面部变形术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儿了。王六师兄，是啊。怎么了？有何贵干？空灵根的资质就是不一样，厉害，可谓是坟头放鞭炮。什么意思啊？吓死人！哎呀，2年不见，王兄那和我们是天壤之别呀。哎呀，听说王兄这2年是什么法术都没有练呢？那这个空灵根的资质应该叫做是做棺材还偷工减料。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坑死人！哎呀，真是可惜了，在我们这样的门派内，天天纸上谈兵有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吧，人应该尽早的成熟起来，学会正视自己才是。修炼呢是要讲究缘法的，这把震天锤是我和朱琴在封闭期间炼制出来的法宝，毕竟你我情谊一场，今日呢就将这把震天锤赠与少师兄你做防身之用吧。我做防身之用啊？哎，王兄，这个宝物是我们内门弟子才能修炼的，你这种挂名弟子可能一辈子也见不着吧？拿去自娱自乐吧。你们是不是在内门练坏脑子了？学习2年就搞出这个破玩意儿？怎么了？内门教学水平这么差？这种低级玩意儿，小爷要多少有多少。你俩的这火候就这样，锤子呢，当然是要硬啊。这把硬锤子就送给你们了。王洛师兄，你的法宝维修课竟然修得这么好，只怕是满分了吧？王洛师弟的法宝维修课当然是满分，而且不止这门，其他技能课也都是满分呢。文化课再好有什么用？遇到实战那照样歇菜，知道吗？大家上课了，走吧。我今天用幻术给大家介绍的，只是千年血战中的湖光月影，但事实上，真正的历史要残酷得多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终于迎来了可贵的和平。这座纪念碑便记载了千年血战中牺牲的各位英雄。战争整整持续了900年，直到100年前，灵剑派的黄金一代，在大师兄欧阳商的带领下，以几乎全体陨落的方式，打败了最后一股妖族联军，也彻底结束了人族和妖族的千年血战。师妹，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开心的活下去。等我回来，等我回来。大师兄，100年过去了，你一定会回来找我的，对吧？朱琴，这2年为什么没有你的消息？这2年前辈没有联系我，我也正好奇呢。这2年你在干什么？入门当夜，刘显长老带我们去星辰谷闭关修炼，今天方出关。星辰谷
是灵剑派的禁地，其中布置的大眼星辰阵屏蔽一切灵气波动。我说怎么联系不上？是在下疏忽了。罢了，此事也怪不得。不过那件事已经被耽误了2年，上面已经等不及了。接下来这边可能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，还需要你配合。您只管吩咐，我定竭尽所能。我会想办法完成的。这件事如果成了，你就是我们的公主；如果败了，就休怪我们辣手无情。王禄啊，王禄，你既然挑衅本皇子，就别怪我不顾及同门之义了。听说你昨天在历史课上大放异彩啊？哥什么时候不是大放异彩啊？说你胖，你还真的喘上了。不过昨天的历史课确实很精彩，连我们外门弟子都在讨论。那是说你们的课业还是太少。主要是谁都没有想到，咱们灵剑派的黄金一代，是终结人族和妖族千年血战的关键。足足100名天才，那是怎样的辉煌啊！那是曾经的辉煌，现在不就还剩几个老头，再加上我那个师傅。五长老行事是比较独特，但他的的确确是黄金一代中存活下来的一员，实力应该深不可测。得了吧，他应该是靠无耻存活下来的。你想想，曾经经历了一起并肩作战，那他们的关系都应该很好。2年了，我没见过吴向凤有任何一个人影，这足以说明我师傅是应该有多长。王禄只是侥幸赢了你。对不起。王禄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哎呀，你们也来这儿上自习啊？怎么，是不是因为之前上课丢了脸，想来一雪前耻啊？你现在应该担忧的是身旁这位小伙伴的处境吧？这里是特别借阅室，对于外门弟子而言可是禁地呀。哎，王忠，你说这事儿长老知道了会怎么办呢？外门弟子私闯禁地，杖100。哦，带人进入，杖80。哎呀，此事乃我海云帆一人所为，与王兄无关。都是同门，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你说一人所为就一人所为啊！我的破幻之瞳可是上等的仙术，能将眼前的一切都储存了，再让执法长老使用个投影术，方才发生的一切都能重现。破幻之瞳，你不就是有红眼病吗？你信不信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？你这算了，都是同门嘛，不要过分的为难你们。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，今天的事儿就当没看见。什么要求？如果违背道德，我宁可受罚。我现在人设这么崩塌，这么卑鄙吗？王禄，如果你是男人的话，我要和你光明正大的打一场。今天下午申时，后山练武场，无论输赢，既往不咎。你明知道王禄是空灵根，没有办法学习法术，这样有什么公平可言？切，早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公平起见，我们3打2。不，2打2。我和王忠对阵你和海云帆。王忠，你确定要和我决斗吗？王忠，答应他，战胜他就战胜你自己。王禄，我要跟你决斗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同门，算了吧。
而且私下打架会被惩罚的。灵剑山上到处都是监视法阵，到时候被长老们发现，我们就惨了。我会用灵符破坏监视法阵。哦，出了事儿我一人承担。怎么样，王罗？是男人，跟我光明正大打一场。行，输了不要掉眼泪哦。小二，我们走。王忠，我们看书。王路必上，小海必上，王路必上，小海必上，小海必上，王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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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必上，小海必上。说好的是私下决斗，这也太过了吧！我早就知道事情会这样，但我没想到你竟然会有这么多死忠。不要看，他们在看我。哦，你知道的，我的法术都是辅助控场类的，没有什么攻击力。倒是那个王忠，你想好怎么对付了吗？要是在那么多人面前输了，可糗大了。你放心，哥的字典里没有输字。到了要证明你自己的时候了。王洛，我承认从小到大你一直是我仰望的存在，但这2年我也是吃尽了苦头才熬过来的。你在修炼上确实没有什么前程，就让我把你打醒，送你回山下过平凡人的生活吧。动手吧。王忠啊，在你9岁的时候，偷王小虎家的地瓜未遂，被3只仓鼠逼到了树上，待了足足2个时辰，最后还没忍住尿到了裤子上。这段记忆，我看你是褪色了。来，我帮你上点色。啊？王璐，你这也太无耻了！小海，到你了。这人谁啊？不知道。朱琴，就算你打不过我们俩，用不着找人来偷袭吧？你别扯，我没那么无聊。哎，这个人怎么不动了呀？我们要不要告诉长老啊？可是私自都会违反门规啊，只怕长老知道，咱们都跑不了。你现在走进去，不能跟长老说，长老一旦知道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认识一个真传弟子，让他来看一看，能不能治好这个人。要是你一去不回，把罪责怪在我们头上怎么办？我傻，你傻吧？这么多人看着呢。算了，王忠，起来呀你！你去一趟，带着我的信物，通明峰灵犀池，快去快回。去呀！
那个，请问是琉璃仙师姐吗？你是谁？在下缥缈峰弟子王忠，有要事求助。哦，我带来了信物。信物，你可拿出来让我瞧瞧。啊，玉米。你就是王璐。哪位啊？青云峰琉璃仙。王璐，你可知罪？啊？对他说，你对着他说，对他说。哦，看你唇红齿白，想来不是好人。还不束手就擒，快快和我去见执法长老。师姐为何一来就咄咄逼人？咄咄逼人是什么呀？不问究竟，颐指气使，这还不是咄咄逼人？颐指气使又是什么？你来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？他跟我说的，我跑到你面前说几句他教给我的话，我就可以有甜玉米吃了。我现在话已经说完了，你可以给我甜玉米了吗？就那个。打不过你，给你。谢谢你，玉米。从来没见过师姐这样，好好吃啊！师姐，你好歹是真传弟子，这只是一根寻常的玉米啊。可是这个真的很好吃啊！上海，爆米花脯给我一个。师姐，我给你变一个更好吃的吧。真的吗？哇，真的好好吃哦！这个也太好吃了吧！这个是王璐师弟，你以后能做我的好朋友吗？每天变这个好吃的给我吃。那个师姐，这你不先救人吗？这是躺着个人呢，这是。有事，救人要紧。你快去把他扶起来，我看他怎么了。又晕过去了。这长老知道了可怎么办啊？这个怎么办？他死了。王璐，方才这人还好好的，你怎么下如此毒手啊？我赔你个菠萝头，你不要乱说话。吃东西虽然是很重要的，可是师傅说过，如果死人了，就要把凶手抓住，然后交给师傅，否则就再也没好东西吃了。王璐，虽然我刚说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可是现在你杀了人，我还是要把你交给师傅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大哥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人了？我这只眼睛还有这只眼睛，我2只眼睛都看到，你一碰到他，他就死了。你是大炮啊！你束手就擒吧，你打不过我的。
七长老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是灵剑派七长老奥观海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身为真传弟子，何故跟师弟大打出手？因为他，因为他，因为他，我忘了。哎呦，王璐，你快告诉我，师傅，你到底怎么惹我生气了？你快说，我忘记了。哇，世谦居然讲这种话！我对你一直是疼爱有加的，你这一见到我突然砍我怎么知道？不对，你就是惹我生气了。你快说，到底怎么惹我生气了？我就没有。你加油！我就没有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你二人私下争斗，有违盟规，都回纪念碑面壁思过，等待处罚。是。你们几个随我来。七师兄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闹出人命了呢？自从2年前招了新人上山之后，各种违反山规的事情就层出不穷。这次我一定要严惩闹事者，杀一儆百，以镇山规。掌行师兄，你先别忙着问责。这次事件不但有新进的弟子，连我真传弟子小琉璃也牵涉其中。我已责令他去面壁思过了。这是几个在场的人证，我们先问过再定罪也不迟啊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烧花鸭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。哇，师姐，你这正事都不过3秒，报菜名这么溜的吗？报菜名，什么东西啊？那你在干嘛？哦，这是武师伯教给我的静心心法，可管用了。你听啊，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烧花鸭。师姐，你别念了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七师叔，也就你师傅啊，他究竟是何方人士啊？师傅的秘密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儿、烧花鸭。谁让你告诉我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师傅早就跟我说了，七师叔当年修炼神功，走火入魔，狂性大发，然后被掌门关到了炼丹炉里面，7七49天，最后蹦出了一个猴子，一飞10万8千里飞走了。就是你师傅跟个黑炭一样躺在那儿。才不是呢！你胡说！就不是！我师傅是小时候跟父母从西域大陆迁徙过来的，途中还跟家人走散了，差点被人贩子拐卖。这时候遇到了下山历练的武师伯，武师伯发现我师傅在危急时刻有巨大的灵气，这才将我师傅收进了灵剑派。你没关系的，我们2家师傅都是好朋友，不会说出去的。才不是！七师叔。王周，朱琴，你们2个有没有参与？不，师父，我们只是围观，并未参与争斗。并未参与。琉璃师姐向来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你的意思是她吃饱了撑的，自己跑到缥缈峰去闹事？方才有人晕倒，我等束手无策，我请师姐帮忙，有何不妥？帮忙？我看你是早有预谋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这么多长老都在这儿呢。行了，你来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点声，那是我徒弟。师兄，我控制不住。王忠，师傅在这儿呢啊，慢慢说，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们。说，不准害怕。今日早些的时候，我和周琴师兄去过缥缈峰，想和王璐师兄探讨一下学业上的问题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惹怒了王璐师兄，他冲过来要连我和周琴师兄一起打，当时场面一度混乱，突然人群中一声惊呼，那个外门弟子
就躺在王璐的脚下，他手里还拿着王璐，怎么又是他？他手里拿着什么？一把匕首。所以是王璐杀的人了？他胡说，王兄并未杀人，当时那位同窗只是昏了过去。少插嘴，是真是假我自会判断。你接着说。当时我心里也很乱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行，说重点。三长老，还是我替他说吧。当时场面一度混乱，我提出要先救人，但是你们也知道，王璐师兄的脾气不大好，我怕与他产生什么误会。毕竟他是真传弟子，我们这些内门弟子是惹不起的呀。但是我想到，救人要紧，我想请来琉璃师姐。一来呢，她法术高强，救人有望；二来，她身份尊贵，能够镇住王璐师兄。哼，一个真传弟子就狂成这个样子，目无尊长，行事嚣张，竟然还敢持刀伤害同门，这个孽畜！有件事我不太明白，萧柳离一向深居简出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是怎么把他请到现场的呢？我带了一根玉米。玉米？什么玉米？是这样的，我听说琉璃师姐喜欢吃甜食，就把随身携带充饥的一个甜玉米给了王忠。毕竟救人要紧嘛。那难怪了，我们小琉璃能为了一根玉米把整个灵界山都给翻过来。那俩人又怎么会大打出手呢？因为当时王璐把那个外门弟子扶起来的时候，他忽然七窍流血，当场暴毙。那个琉璃仙师姐认定王璐师兄是凶手，两人便打起来了。行了，这还用问吗？啊，事情已经一目了然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从头至尾都是这个王璐杀害同门，逞凶斗狠。三师兄，我吴向风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？你这样可不像个男人呢。你对我有仇，冲着我来，朝我徒弟撒生气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啊？少在这胡说八道。不是这样子啊。那是不是你对我有意思？想当咱们吴向风的师娘啊？吴师妹，当着这么多弟子的面，你这般污言秽语，成何体统啊？得了，反正你们一个个都有出息了吗？趁我不在的时候啊，谈何失职？诬陷师兄，非议师姐，接下来是不是等着欺师灭祖了？吴师姐，我万万不敢呐！我云游在外，这几日刚回，哪知道王璐原来是你的真传弟子啊！现在没事了，这就放人。七师弟，你这也太没有原则了吧！说你们蠢，你们还不承认？不有尸体吗？稍微检查一下不就得了？说欢笑一时的感伤，是从前的你相聚难相忘，若虚此生会思量。是从前的我，踏遍烟霞微凉相望，一朝一夕有你在身旁。或说玉贯穿尘得失难量，可一条山海茫茫。
醒梦醒在那段过往，酝酿浓淡，欲说还休，一时的感伤。是从前的你，相知难相忘，若虚此生为思量。是从前的我，和别人相偎两相望，一朝一醒有你在身旁。是从前的你，相知难相忘，若虚此生为思量。是从前的我，和边檐下偎两相望，一朝一醒有你在身旁，一朝一醒有你在